小米苏7 Ultra 车主啊，第一时间来试全新的小米玉7了。关于这款车呢，其实之前大家的呼声也都是比较高的，我个人呢也挺期待的啊，想看一看就是小米第一次做 SUV 究竟能做成什么样。然后今天呢有了一个机会，就给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呗。当然了，因为只是首次的去试驾体验啊，它毕竟不是说像我们以往的这种常规的全流程测试，所以大家如果关心什么极限性能啊，如果关心比如说像什么能耗等等这些东西，没关系啊，等下一次的话，我完整的我自己再去深度给大家跑一个流程，好吧？那次咱们再数据揭晓。今天呢，先说一说就是第一次的这些比较直观的触感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试驾路线呢是包括说一部分的北京市区，然后加上京承高速，以及说呢是一些山路。一段段来说吧，先说市区啊，市区其实我主要试的还是日常这些驾驶的功能，包括说智驾层面。相对来讲，我觉得啊，至少在日常驾驶层面还是比较接近完美的，确实挑不出什么太多的毛病。唯一的一点就是这点，其实在之前的这个苏7 Ultra上面也是存在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放到这个单踏板模式，也就是说停车的模式，你把缓行关闭的话，相对来说，在这个车下坡、低速下坡，比如下地库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油门踏板的话，你踩下去，它的控速会比较的难以掌握。这是因为说呢，说它在这种说负载的状态之下，它对于说扭矩解析，我觉得可能做的不是很到位，因为相对来说，你就是感觉踩过了某一个点，这车就突然开始加速，然后稍微收过了一个点，它就开始减速，你很难去匀速控制。除了这点以外，我觉得在几乎的所有方面，别管说是在底盘的滤震层面啊，包括比如说转向手感呀，包括比如说总体驾驶性层面等等，做的都是相当好的。至少我觉得真的挑不出毛病。而且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晕车友好模式，我忘了是不是叫这模式啊，反正就是说能够尽量的减缓这种晕车的反应。它的原理呢比较简单，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在你比如说加速、刹车啊，包括说是转弯的时候，尽量的让你悬架的顺态呢变得比较的硬。这样的话的好处在于说，当然稳态应该也是啊，刚度也有补偿。相对来说呢，就是在于说让你车身动作更加平稳，并且说在驾驶性维度的话，它会把这个油门反应的前段响应滤波率的程度比较高，也就是说，尽可能的让它这个对于你这种风琴脚或者叫弹簧脚的这种操作呢，去给你都充分的滤掉。当然，可能代价就是你会觉得这辆车开起来会觉得比较的钝，不是有那种说传统电动车应有的轻快感，反正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吧。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反正多了这样一个模式，如果比如说你要是说家人，比如哪个家庭成员他经常开这辆车，你坐车，你觉得他开车比较容易晕的话，就可以给他推荐或者直接设定到那个模式。再说智驾吧，反正这一次呢，号称是相比之前呢又做了一些优化啊。当前这个版本我的苏7 Ultra上面目前还没有推送。总体来讲吧，反正我觉得也是百尺竿头吧，并没有什么太多太本质的进化的感受。当然，总体来讲就是目前行业这么多年吧，在这个智能驾驶辅助方面也是吧，这个大家你争我赶的，当前其实也远远没有到达终点，应当说还是在这个不断持续迭代过程当中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它的这种说新鲜度估计也就是可能几个月时间。再过个几个月半年，可能又有新的版本迭代出来了。关于这些呢，之后咱们再去跟大家去详细分解。接下来分享高速的体验吧。因为这一次的话，京承高速大家要知道，它是北京其实是路面地表条件最差的一条高速，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 NVH 表现是最差的。但即便在这种环境之下，我觉得小米玉7这辆车也还是比较安静的，就是在风噪啊、路噪啊、环境音隔绝、动力总成的噪音隔绝等等这些方面做都相当的好。确实就是相比于说，别管说是其他很多车型，包括说甚至跟苏7相比起来，我觉得都是更上一个档次了。这点也比较符合它这个 SUV 的定位。接下来呢，又是跑了一小段山路啊，没有特别激烈驾驶，还是安全第一。相对来讲呢，给它放到运动模式以后，明显能够感觉就是它的车身的跟随性，包括说比如说这种车头的这种说响应性啊之类的，都有了比较好的提升啊。因为这一次采用的也是一个闭式的双腔空簧，在你设定运动模式以后的话呢，它相比于舒适模式，确实有一种比较本质性的性格上面的区分。至少我觉得吧，它目前的话，这个预期能够给予你的这种运动性的基础，应当是能够满足这辆车它的用户需求的，作为这样的一个 SUV。当然，这点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呢，也是把这种追求运动风格啊，反正从车内到车外吧，都有一定的这种
延伸。虽然我看之前有一些争议，有些人说，比如这辆车的外形，对吧，是比较像传统的这些前中置引擎的这些就是燃油的性能车等等之类的，至少吧风格上确实是比较走这个路线，给你的带来了一种比较强这种运动感，但是呢，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这辆车它当前的车内的空间利用率，就是你相对于一个5米长的车来说。它有一些优点啊，比如说你说这个后排坐着坐垫挺长，也不顶腿，靠背角度也是能放到一个半躺，这些都是优点。但确实你会觉得就是腿部的话，前面没有那么的宽敞。另外呢，就是说它的后备箱的话，尤其是受制于这个车顶的这种角度来讲，不是说一个可能你预想当中5米长的这么大的 SUV。的那种巨大的表现，所以这辆车我觉得可能还是适合什么人，就是，它不是一个极致的可能装载空间实用性需求的产品，更多的是什么，就是还是可能喜欢驾驶，然后呢又觉得可能不太想买苏七，想买一个 SUV，以自己驾驶2个人、3个人为主的场景，偶尔呢载一些行李，而可能未必是一个可能全家3代人场景的车，大概就是这样的定位。除此以外呢，在内部啊，也是相比苏七做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也不能叫优化吧，反正我觉得一些改变吧。第一就是它在储物空间上面确实增加了很多点，比如说像这个右后座椅下方它还带一个储物的抽屉，包括说前面还有一些拓展口，还有一些什么磁吸的功能等等之类的，别管放什么纸巾盒啊、墨镜盒啊等等之类的。其实小米呢特别喜欢做拓展，包括比如说像这些插件对吧？包括什么这次还有一些什么磁吸的这些单元等等之类的，可能也是觉得作为 SUV 吧，在这方面应该加强。再有呢，就是它这一次没有是使用传统的 HUD， 也不是传统的仪表，它把二者做了一个合二为一，也就是说相对来说呢，是在车内的内舱前部做了这样一个长条形的内舱投影，显示效果呢就是更像一个这种俗称叫带鱼屏吧，反而是3块连在一起比较长的屏幕。我个人感觉反正显示效果还可以，当然了，目前可能支持的版本还不是很多啊，未来可能说它还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可能说是版本啊，然后说显示的界面啊、UI 等等，或者说功能之类的，那就是以后更新迭代了。相对来说有一点不是特别好，就是至少以我的坐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身材比例比较奇怪，上身很短，下身比较长，所以说如果是我比较喜欢那种坐姿的话，正好方向盘的上沿是会挡到这个屏幕的，就即便说给它位置调最高，还是会挡一点。而且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预期这款车它的方向盘它并不是一个正圆形，就是我原地也打了一下方向试了一下啊，它这个圆的下半周的这个半径其实比上半周要小，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你把方向盘如果转180度的话，它其实反而不挡了啊。那我就不理解你为什么上边要做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沿儿，对不对？也就是一个下小然后上大的这样的一个非圆形的这样的一种形状设计，这点我觉得不太好。因为像现在很多车厂，它都尽可能的是为了规避这个方向盘挡仪表现象，它要么把方向盘上半沿给切了，虽然这点并不推荐啊，或者像有一些车是可能上半沿故意做的比较薄，这都是一些理念。我觉得啊，你倒没必要故意做薄，但至少像小米这种，你还故意把上沿做厚了，这点反正我觉得提出批评啊。你就哪怕跟下沿做的一样，甚至做出一个完整的正圆形的方向盘。或者是哪怕整体再做小一点，不是也就没问题了吗？对吧？至少可能对于有一些可能说身材比例或者说坐姿习惯的人会更友好啊。其他的方面整体来讲，我觉得啊，跟苏七在开起来，包括用起来，你觉得这种说调教、性格理念等等之类的，差别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开还是一个说典型小米的车的这种感觉，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好开，然后兼顾一定的。不能叫一定啊，我觉得兼顾比较强的豪华感、高级感和运动感了啊，包括说内部功能吧，反正也是加入了一些设计、一些思路，所以说这一切咱们就期待着吧，看看它最后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如果说要是价格比较合适的话，那也许可能会买一个，到时候再看，并且之后呢，可以说再对它进行一个，比如说性能、能耗、深度全面测试，咱们看一看那些的硬核表现究竟怎么样。